1929年末，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托普卡匹皇宫正在改建为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馆长哈利勒·埃尔德姆博士请了一位德国神学家古斯塔夫·阿道夫·戴斯曼来图书馆参观。戴斯曼博士猜想，宫殿里说不定还躺着一些没人注意到的老手稿。于是，哈利勒·埃德姆博士开始仔细翻找那些平常没人碰的材料。他翻出一捆破破烂烂的羊皮纸，上头画着一张世界地图的残片。这张地图的尺寸大约是87公分乘63公分。它的材质是羚羊皮，上面画着欧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线。最引人注目的是地图上那一片广阔的南部陆块。它看起来就像我们今天知道的南极洲。但这张地图的创作时间是西元1513年，那比南极洲被发现的日期足足早了300多年。更引人注意的是，后来有人把这块南部陆块解读成没有冰雪覆盖的海岸。这张600年前的地图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欢迎回到暗史档案，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被时间遗忘的故事。今天要说的叫皮里雷斯地图。这张地图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注意。当时的东方学家保罗 ·E· 卡勒将其识别为皮瑞雷斯的作品。他还特别指出，地图引用了克里斯多福·哥伦布美洲航行的来源地图。一个关键的线索来自地图上的一段土耳其文注释。地图的作者皮瑞雷斯亲口宣称，他使用了克里斯多福·哥伦布制作的地图作为绘制来源。当时哥伦布的原始航海图早已失传，所以这张残缺的皮里雷斯地图成了我们了解哥伦布航行记录的重要线索。土耳其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甚至对这张地图产生了兴趣，他启动了出版复制品和进行研究的项目。但地图引发的争议远不止于此。它南边那块看似南极洲的陆地，在20世纪中叶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有学者提出，这张地图画到的可能是一段没有冰雪覆盖的南极洲海岸。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研究者对这张图的理解就会大不相同。因为人类直到1820年才首次官方发现南极洲，而且冰雪覆盖的南极洲在地质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万年。一张500多年前的地图怎么可能描绘出一个无冰的南极洲？但先把这些说法放一边，得先看它的来源和题词。暗史档案要问的是，这张地图真的这么神吗？它的传奇到底是真实的线索，还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误读？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回到地图的作者皮瑞雷斯。他是鄂图曼帝国的一位海军将领，同时也是一名制图师。他不仅是个军人，更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甚至还有过一段海盗的过去。皮瑞雷斯曾和他的叔叔凯莫尔雷斯一同在大海上劫掠，直到1495年，他的叔叔才在鄂图曼海军获得了正式职位。在一次海战中，皮瑞雷斯和叔叔俘虏了一名参与哥伦布航行的西班牙水手。这个水手可能拥有一张早期美洲地图，这张地图后来成为皮瑞雷斯的重要参考资料。皮瑞雷斯在1511年开始编写他的第一张世界地图，这份手稿在伊斯兰历919年，也就是西元1513年完成。1517年，鄂图曼帝国征服埃及后，他把这张世界地图献给了苏丹塞利姆一世。地图的题词里，皮瑞雷斯详细列出了他的参考资料。他一共使用了20张海图和世界地图，还有8份他称为 Jeffreys 的资料，1份阿拉伯印度地图，以及4份新绘制的葡萄牙亚洲地图。当然，还有那张传奇的
来自克里斯多福·哥伦布的西印度群岛地图。这份清单本身就能看出他接触到的资料范围，它也反映出皮瑞·雷斯能接触到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多种地理资料。他将这些不同来源的地图融会贯通。皮瑞·雷斯不仅是地图的绘制者，更是一个知识的整合者。他用修辞策略将欧洲的新发现重新定义为对古代知识的重新发现。这也说明他把旧的世界观和新发现一起放进了这张图的题词和图面里。地图边缘的一段题词甚至将这张世界地图描述为亚历山大时代绘制的海图。皮瑞·雷斯在关于哥伦布的题词中也引用了《古兰经》中的亚历山大大帝及祖勒卡尔奈因。根据《古兰经》和土耳其文学传统，亚历山大曾游历世界的每个角落。在这套传统里，亚历山大也被用来说明世界的界限。所以，这张地图并非是凭空创造的预言，它更像是一张汇整多种来源的航海图。至于那些 Jeffreys 是什么，学者们至今还在争论。有人认为这是阿拉伯语地理学的讹传，指的是托勒密的地理学。也有人说，它可能指中世纪伊斯兰制图学中那些更具象征意义的世界地图。无论如何，这张地图把不同来源的地理资料放进了同一个框架里。那么，这张地图的准确度到底如何？它以相当高的精确度显示了欧洲和北非的西海岸。巴西的海岸线也描绘得非常详细且准确。地图上还有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等大西洋岛屿，里头甚至有神话里的安提利亚岛，还有个地方看起来可能是日本。巴西和非洲之间的距离大致正确。大西洋岛屿的绘制也和当时欧洲的航海图一致。但地图的左上角，加勒比海地区的布局就显得非常奇特。它不像现代地图，也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地图。地图上，一个垂直排列的大岛被标注为伊斯帕尼奥拉岛，但它的西海岸却包含了古巴和中美洲的元素。学者们推测，这种奇特的布局很可能来自哥伦布那张失传的地图。哥伦布可能将古巴与亚洲大陆合并，还将伊斯帕尼斐拉岛与马可波罗笔下的日本描述结合在一起。这反映出当时探险家们对新大陆的认知还处于摸索阶段。他们会把新发现的土地和旧有的地理概念硬凑在一起。地图上还描绘了许多幻影岛屿，也就是那些后来被证明不存在的岛屿。甚至有些区域至今都无法与真实地点明确对应，这说明皮瑞·雷斯在整合资料时也把一些未必准确的内容保留了下来。他更像是一个编纂者，把他能找到的资料尽量画进图里。地图的西边缘还绘制着各种来自中世纪世界地图和动物预言集的奇异怪物，比如没有头的布莱米亚人，他们在中世纪的地图和书籍里都被描绘成有威胁的存在。在南美洲的山脉中，甚至还有一个无头人和猴子互动的场景。地图的说明文字却指出，尽管这些怪物外表奇特，但它们是无害的灵魂。这是他把传统地图里的图像元素放进新发现海岸描绘的例子。它展现了当时的人们如何将现实与想象交织在一起。地图上对南美洲的描绘在当时是详细且准确的。南美洲和南方大陆上的题词引用了近期葡萄牙的航行。与坎蒂诺平面球形图和胡安·德拉科萨的早期地图相比，皮里雷斯地图的大西洋准确，南美洲高度详细。但加勒比海地区的组织方式则很奇怪。现在，我们回头来看那块争议最大的南部陆块。这块陆地可能对应到当时欧洲人对南方大陆的想象。
也就是拉丁语中的 Terra Australis， 一个假设中用来平衡北半球陆地的南方大陆。这在典型的中世纪世界地图中会遵循标准化的示意图设计。世界被画成圆盘状的有人居住的区域，外围则是环绕海洋和卡夫山。但皮瑞雷斯的地图已经和这种传统构图很不一样。学界并没有把它确认成南极洲，这张地图也不是用来预测未来的，它只是那个时代正在变化的制图成果之一。尽管有人声称皮里雷斯地图异常准确，格雷戈里·麦金托什比较后指出，它并不是16世纪最准的地图。皮瑞雷斯本人在1528年又绘制了一张更详细、更准确的新世界地图。这张新地图已经包含了更完整的北美洲海岸线，这说明，即便对于皮瑞雷斯这样的大师来说，地理知识也在不断更新。所以，皮里雷斯地图的价值不在于它预言了什么，而是它呈现了大约在1510年左右人类对新世界掌握到的程度。它显示出，在那个大航海时代，知识是怎么跨过文化和地理界限被整合进地图的。这在当时的伊斯兰制图里确实比较少见，因为皮瑞雷斯纳入了不少外国记载。鄂图曼帝国在1323年攻下普拉提图斯，首次临海，随即建立了海军。1327年，帝国在卡拉米塞尔建立了第一个造船厂。到了16世纪，鄂图曼海军的船舰已经一路开进了印度洋。1565年，鄂图曼海军甚至派出特遣队进入印尼，甚至在17世纪初期一度扩及大西洋。当时鄂图曼海军拥有将近200艘军舰，在全球排名第3，仅次于英国及法国。皮瑞雷斯本人就是这支强大海军中的一员，他不仅是个航海家，更是一个知识的收集者。这张地图上那些丰富的注释，大多以鄂图曼土耳其语写成。他们不仅记录了地理资讯，也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地图的结尾题词甚至是皮瑞雷斯亲笔书写的，这和其他由书法家抄写的题词不同，显露出他对这份作品的投入。皮里雷斯对海洋这个词的词源还有一个不寻常的解释，他认为它来自拉丁语的 ovo sano， 意思是健康的蛋。历史学家凯伦·平托提出，这可能反映了伊斯兰文化中对深海的传统态度。平托观察到，他把旧世界包括海洋理解成被新世界海岸环绕的巨大湖泊，以此把海域之外的新大陆发现和已有的模型接起来。这张地图也成了他理解和解释这个不断扩大的世界的方式。所以，皮里雷斯地图不是一张神秘的预言地图，它也不是来自什么超出时代的技术，它也不是来自什么失落文明的超前科技，它是一件由鄂图曼海军将领皮瑞雷斯在1513年前后完成的羚羊皮制图作品。这张地图的重要性在于它汇集了当时人类能接触到的多种地理知识。他把哥伦布的航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以及中世纪的地理想象放进了同一张图里。他提醒我们，很多看似传奇的说法，最后还是得回到题词、来源和地图本身。而那些被时间盖住的老智慧，说不定还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等着下一个像哈利勒·埃德姆博士那样愿意耐着性子去翻旧手稿的人。如果你也喜欢这趟在历史迷雾里找答案的旅程，请帮我们点个赞，让更多人看见这些快被忘记的故事。